各位朋友，大家好。在1975年的12月，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发现了一所秦朝墓葬。在墓葬中出土了总共有1155片的竹简。这个发现一时间引起了学界的轰动。发现坟墓的地方是在一个山包上，当地人把它叫做大坟头。如果用这个名字来命名这个新发现的秦朝墓葬的话，怎么听起来都会觉得有些不雅。因为当地还有一个传说，说一个将军曾经埋葬在了这个地方，所以学界大佬李学勤就将这个地方命名为睡虎地。发现的这批竹简也就被称作了睡虎地竹简，或者是云梦竹简。历史和考古学界对这批竹简的发现非常的重视，大量的学者对这批竹简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在以后的30-40年里，这样的研究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不管怎样，关于睡虎地竹简的研究和它的轰动效应也仅仅限于学界内部，并没有引起外界更多的关注。对于外界而言，睡虎地的竹简仍然在沉睡。一直到了2017年，中央电视台编辑了一档节目叫《国家宝藏》，其中就介绍了睡虎地竹简，也提到了其中一些竹简的内容。与我们印象中的秦朝的暴政以及严酷的法律有很大的不同。竹简中记录的一些法律条文听起来是那样的富有人性，而且又是那样的具有先瞻性。特别是在其中的谣律中提到，如果因故迟到的话会被罚款，最高处罚也不过是罚一副盔甲的价钱。而且如果是因为大雨这样的不可抗力迟到的话，还不会接受任何处罚，原来的命令也会被取消。看到这儿，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了那两个人，陈胜、吴广。在我们熟知的历史中，陈胜、吴广当年起义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下大雨，他们知道他们肯定不能按时赶到服役地点，所以陈胜才说失期法皆斩。那么如果秦朝根本就没有失期必斩的法律条文的话，那陈胜、吴广起义的动机就很值得商榷了。要么是太史公司马迁故意设的这样一个骗局，为了有意抹黑秦朝；要么就是司马迁也是被蒙在鼓里。这一切都是陈胜故意忽悠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老百姓们，对他们撒谎说失期必斩，人为的将他们逼上了绝境，这样才有了陈涉世家中的记载。司马迁也是被忽悠的，毕竟他也没有机会看到睡虎地的竹简。在以后，睡虎地竹简在网络媒体上是持续的发酵。秦朝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移民的朝代，却在秦朝灭亡的2000多年以后迎来了他的第一批移民。这些人在网络上不断的发表一些唬人的文章，说什么秦朝是中国第一个法治国家，司马迁是故意抹黑秦朝，秦始皇无愧为千古一帝，秦能统一六国完全是基于制度上的优势。我们所有人都欠秦始皇一个道歉。2年以后，也就是2020年，随着大秦赋颇为默契的在央视播出，这样的言论自然更是甚嚣尘上。在大秦赋中有这样一组镜头，说的呢是一群楚国人，他们因为不堪忍受楚王的压榨，所以集体逃亡，逃亡的目的地就是秦国。当他们被楚兵追上的时候，他们大声地呼喊着，我们不要回楚国，不要回楚国，回楚国我们就没有活路了，我们要去秦国，我们不要当楚民，我们要当秦人。这段剧情告诉我们，当时六国的人是多么的渴望成为秦人，成为孙浩辉笔下的赳赳老秦的一员。即便是当时公认的生活的比较自由的楚国人，他们也要逃往秦国。他们不希望自己在楚国像被野草一样的割掉，他们想要去秦国，在那里他们可以生长成一种高贵的蔬菜——韭菜。今天呢，我们就再来聊聊睡虎地竹简，以及在秦朝当时的秦国百姓们那些老秦人的生存状况，看看这些韭菜是如何快乐的生长着。咱们先跑个题，聊聊韭菜。韭菜怎么会成了高贵的蔬菜？现在韭菜当然非常的稀松平常，但是在中国的古代，韭菜确实是身价不菲啊。韭菜最早在中国从西周时期就开始种植了，但当时能够享用它的人是非常的少的。在《诗经》中有献高祭酒的记载，说明当时那些贵族们祭拜天地、祭拜祖先的祭品之中
就有韭菜，可见韭菜在当时是非寻常之物。就这么说吧，大家知道和氏璧很高贵吧，在当时也就顶多换2个韭菜盒子，这样说可能有点夸张，至少能换3个。在西汉的《盐铁论》中也提到了贵族们祭祀祖先的时候用酒就卵，酒就卵，这个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没错，就是鸡蛋炒韭菜，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用韭菜来祭祀祖先还有着一个特殊的寓意。大家知道韭菜有一个特点，就是割了又长，生生不息，所以用韭菜祭祀祖先，就是希望祖先能够保佑自己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即使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韭菜仍然是比较珍贵的。大家知道有一个故事叫石崇斗富，说的是石崇与王凯斗富。王凯注意到石崇在冬天还能喝到韭菜粥，王凯就觉得很奇怪，大冬天的石崇从哪儿弄来的韭菜呢？后来王凯就买通了石崇的厨师，厨师告诉王凯说，石崇用的其实并不是韭菜，而是韭菜根，他是从土中把韭菜根刨出来，然后剁碎了与粥一起熬。王凯一听恍然大悟，于是他也照方抓药。石崇知道以后觉得很无趣，他从此以后就再也不在冬天喝韭菜粥了，顺便也把他那个厨师给杀了。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2件事情：第一，像石崇这样的豪富之人才吃韭菜，可见韭菜当时并非凡品。第二，我们大家知道，现在有些人为了吃韭菜，不惜把韭菜根都刨了。这种事情的历史出处，实际上就是出自于石崇。说到这儿啊，我想问问大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种过韭菜？这方面我还是真是有些经验，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其实种植韭菜很简单，我就是在后院开出了一小块地，然后撒上种子，定时浇水，不用太多的打理，你就等着收获的季节吧。到了春天，你就会看到韭菜在快速的生长，几乎是一天一个样，很快那就是绿油油的一片，比唐中宗李瑞头顶的绿帽还要绿。接下来的事儿就很简单了，你只需要尽情的享用韭菜。鸡蛋炒韭菜、韭菜包子、韭菜馅饼、韭菜盒子，根本就吃不完。那时候韭菜也便宜，2块99一磅，几块钱就买一大捆。不小心说漏嘴了，大家知道，其实我种的韭菜是失败了，大部分的韭菜都让我给种死了，幸存的几根我就给它移植到花盆里当君子兰养了。后来有朋友跟我说呀，种韭菜有一个诀窍，就是要多施肥，施肥越多，韭菜长得越猛。但这样似乎也不好，施肥多了，韭菜倒没什么，但人吃了韭菜是不是就不太健康呢？后来又有朋友跟我说呀，说你可以忽悠韭菜，你不用真的施肥，你只要让韭菜知道你要施肥了，韭菜就会疯狂的长。比如说，你可以偷偷的靠近韭菜，对他说6000点、5万亿，马上你就会看到这些韭菜疯狂的开始生长，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割了。割完一茬又是一茬。不过呢，这毕竟是短效疗法，短期内会起作用，时间长了就不好使了。还有另外一种长效的办法，就是你要给韭菜们描绘一个宏大的背景，经常跟他说什么统一6国、四海归一，什么大国崛起，厉害了我的韭菜园等等。这样就让这些韭菜将自己放在了这个宏大的叙事背景之下，这样的背景是越大越好，大到让这些韭菜们完全忘记了自己和自己身边的这些韭菜们的存在，让他们别无他想。最好的是拥有一颗镰刀的心，却浑然忘记了自己是韭菜的命。这就像现在的有些人一味的歌颂秦朝，歌颂秦朝的荣光，却浑然不知秦朝的荣光是镰刀的荣光，却是所有韭菜们的噩梦。好了，跑题结束，咱们继续回到睡虎地竹简。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睡虎地竹简是在1975年发现的，到现在已经过了40多年，但至今在学术界主流的学者们并没有因为睡虎地竹简中有一些关于秦朝人性化的记载，比如说赡养老人、善待儿童、保护环境，还有徭役等等，并由此改变以往认为秦朝是实行暴政的基本结论。很多的学者确实对这批竹简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但研究的方向通常是指向于竹简中的古文字。古简中提到的秦朝的郡治，
以及古简中提到的一些地理环境，或者是秦朝律法与汉朝律法的区别等等，但并不是着力于推翻以往对秦朝的认知。主流的学者都认为，睡虎地竹简的发现并不足以推翻以前人们对秦朝的看法。学者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睡虎地竹简毕竟它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字，而证明秦朝是暴政的不仅仅是文字，还有更多的史实，这些都是睡虎地竹简无法推翻的。甚至睡虎地竹简以及在其他地方发现的秦朝竹简上面的记载反而证明了秦朝暴政的存在。这个呢，我们一会儿再展开。睡虎地竹简充其量也只是一些法律上的条文，这些条文到底执行的如何，最后的结果是不是贯彻了条文的精神，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比如说我在中学的时候，历史课中在讲到太平天国的时候，其中提到了太平天国时期的一项伟大的改革，就是颁布了一套法律制度，叫天朝田亩制度。按它上面所言，天下人公天下地，彼处荒则以此封住以镇荒，以此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社会大同状态。这听着怎么都像是实现了共产主义，听起来这像是一套完美的立法。但实际上呢，天朝田亩制度在太平天国时期连一天都没有实行过，根本就颁布不下去。那么后世的人如果不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的话，仅仅发现了这个天朝田亩制度，是不是就认为当时太平天国建立的是一个大同完美的社会呢？即使是到了现代社会，可以说几乎所有世俗国家的法律的条文拿出来看都是堂而皇之的。即使是一些落后的国家或者是失败的国家，他们的法律条文也没有太多的缺陷，基本上别人有的我都有，什么公民应该享有的诸多权利啊，也都堂而皇之的写在自己的宪法之中。但实际上公民是否真的有这样的权利，甚至于说公民这个概念是否真的存在，恐怕就只有冷暖自知了。再有睡虎地竹简中关于徭役的记载，是否可以由此认定司马迁在行骗，陈胜吴广在说谎呢？我觉得呢，也不能这样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是从时间上来考虑，睡虎地竹简的主人已经被认定为当时秦朝的一个叫喜的小吏。喜是秦始皇时代的人，他只比秦始皇年长几岁，他记录的当时的历史时期也是秦始皇时期的社会状况，而陈胜吴广起义则是发生在秦二世时期。虽然说始皇到秦二世间隔的时间很短，但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经允许赵高随意的修改律法。那么以赵高一向的人品，他会将律法修订的更严酷些呢，还是更宽纵些呢？我想严酷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第二，睡虎地竹简中记载的是徭役法，而据《史记》记载，陈胜吴广他们这次去戍边，他们是去服戍役。徭役跟戍役是有本质的不同的。秦人的一生中既要服徭役，又要服戍役。徭役其实就是劳役，比如说发几十万老百姓去骊山修陵墓，这就是徭役，这应该算是民事行为。而戍役呢，则指的是戍边，就是到边关去担任戍卒，这也就是兵役，是属于军事行为。按军法上讲，误期当斩，所以违反戍律的惩罚远远大于违反徭役。违反了徭役，或许罚款就可以轻松过关，而违反了戍役，那是要掉头的。所以陈胜吴广说误期必死，这完全是有理由的。第三点就是执法的随意性，历朝历代甚至包括现在都存在着执法时层层加码，越来越严酷的现象。而且秦朝的行政执法一向以酷闻名，所以它更大的可能是层层加码，不大可能是越来越松。第四点就是从逻辑上来考虑，陈胜吴广当时召集好这些人准备出发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一定会先开一个会，告诉大家这次我们要去哪儿，去干什么，路上需要走多少天，我们要在什么时间之前到达目的地。陈胜与吴广很有可能是当众宣读上方的命令，其中就包括了刚才提到的那些因素，而且还会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如果你们晚到的话，将会受到何等的惩罚，是失期会被罚款，还是失期当斩。那么大家想一想，陈胜当时会怎么说？
大概率的情况，他应该是照本宣科。如果当时的法律说的是误妻要被罚款的话，那陈胜也就会这样宣布。因为陈胜当时并不知道后来会发生误妻的状况，会逼着他不得不铤而走险。那么如果他这样做，到后来真的意识到了自己不可能如期到达指定地点的时候，他又怎么能改口说是误妻当斩呢？他如果这样说了，又怎么能让那些追随者们这样轻易的相信他呢？你现在说的和你以前说的可完全不一样，我凭什么还要相信你？我们也许虽然晚了，但根本不会去死，干嘛要跟着你去造反去拼命呢？所以照此逻辑，陈胜吴广在出发之时宣布的惩罚条例就是误妻当斩。当然了，我们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陈胜吴广为了督促大家不要懈怠加紧赶路，故意夸大了被惩罚的力度。原本条文上说的就是失期罚款，陈胜吴广却偏要改成失期当斩。陈胜吴广确实是欺骗了那些庶族们，这种情况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第3点是一样，是因为下层官员的层层加码，使得秦朝的法律实际执行的时候比颁布的时候要严酷得多。刚才我们提到，在大秦赋中说楚国人都想逃到秦国去，其实这真是一个卑鄙的谎言。实际上那时候的很多秦国人都想逃到山东六国去，没有山东六国的人想要去秦国受罪。秦国为此还颁布了一套律法，就叫王律，专门对付那些逃亡到六国的人。如果秦国不是实行连坐法的话，相信会有大批的秦国人逃到国外去。即使他们实行了连坐法，还是有很多的人铤而走险逃到了其他六国，这些在竹简中都有充分的体现。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以前讲过，所以呢在此呢就不赘述。今天呢，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出一个秦王对秦国全体国民的一个巨大的阴谋。我们先看一段竹简中的记载，在2002年出土的里耶竹简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说的是当时有一个叫阡陵的县，阡陵县就相当于现在的湖南省龙山县，这个县当时有2000人口，其中奴隶居资有189人。所谓居资，就是欠了官府的钱被罚作无偿劳动的这些人。另外吏臣妾有151人。所谓吏臣妾呢，就是指的吏臣和吏妾，分别指的是犯了法的，或者是被连坐，或者是因为逃跑而成为刑徒的这些人。男的就叫吏臣，女的叫吏妾。这两类人总共加起来有340个人，占全县人口的1/6。而且吏臣妾151人中，在当年就死了29个人，差不多相当于1/5。2000人口中有1/6是罪犯或者是失去自由的人，这个比例应该说是相当惊人的。那么秦朝为什么要制作出这么多的罪犯？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其实啊，这就是商鞅为秦孝公设计的这么一套歹毒的断子绝孙的所谓的治国方法，其背后实际上是对秦国全体国民的一个巨大的阴谋。刘三姐先生在他的《秦专》一书中就为我们揭开了这个阴谋的面纱。秦法的实质就是通过轻罪重罚，尽可能的把以前的老百姓变成奴隶，然后秦国的国君就可以无偿的使用他们，榨取他们身上的每一滴汗水，而他们的强迫劳动所带来的收入自然也就全部归秦王所有。这是目的之一。目的之二就是秦王通过让更多的人成为奴隶的这种手段，拉大了与贵族之间的实力差距，最后或者将那些贵族们绑上自己征服六国的战车，或者干脆将其消灭。秦王先将贵族领地内的老百姓编户齐民化，然后再将这些编户齐民变成奴隶，这样就把以前应该属于贵族的利益抢夺到了自己手里。秦国的财物汇聚于秦王一人，削弱了贵族，秦王自然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具体的实施过程呢，大概是这样。首先，商鞅制定了非常细密的法律，老百姓稍不小心就会触犯法律，要么被罚款，要么成了吏臣妾、白菜等各种不同形式的罪犯或者是奴隶。在当时的秦国，弃灰于道者刑，就是你将垃圾倒在了路边，就要接受情刑，就是在脸上刺字，一辈子也抹不掉。5个人合伙倒了赃银1钱，也就是相当于人民币10块钱，那也要被砍掉左脚趾，接受情刑，同时又要被罚做城旦，就是到城头去砌墙做劳工。
即使你采了别人家的一片桑叶，这片桑叶一文不值，但你也要接受处罚。资三旬，就是要做1个月的免费劳工。以上所言也都是出自竹简，分别出自于岳麓竹简以及睡虎地竹简。一般的老百姓，即使你没有犯罪，仅仅是被罚款，罚个1、2次，你也就破产了。破产了，罚金还要交，那你怎么办？只能向国家借贷，这样你就沦为了债务奴隶，就叫居资。那当了居资以后，工作个10天半个月的，把钱还完了，是不是你就可以回家继续做你的平头老百姓呢？恐怕也没这么容易。在居资期间，你还是要吃饭的吧？国家可不管你饭，所以你每天还要给国家交饭钱。饭钱当然会比工钱低那么一点点，但这样也就延长了你居资的时间。在你居资结束以后，你也不会有什么余钱。虽然你不会知道你下一次的罚款会在何时，但你一定知道它一定会来的。当下一次的罚款来临的时候，你还是没钱交，你还是要向国家借贷，又再一次沦为了居资。就这样，秦国的老百姓要么是处在居资当中，要么就是等待着再一次成为居资。即使你非常小心，不越雷池半步，但你总要去为国家服徭役、服兵役吧。徭役兵役期间，国家可是不管饭的，除了一些精锐的士兵，国家负责承包费用以外，大部分服徭役兵役的都是自己负担参旅费。这可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不是贫困的秦朝百姓能够承受得起的。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为国家出力打仗，怎么还能自己掏钱吃饭呢？就在发现睡虎地竹简坟墓的旁边，也发现了另外一座坟墓。这个坟墓的主人是平民，在其中呢也发现了一些竹简。在竹简中有一封是当时在前线作战的2名秦国士兵写给家里的家信。这2名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荆。他们写家信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催促家人赶紧给他们寄钱，寄夏天穿的衣服，不然的话他们就维系不下去了。那如果家里拿不出这笔钱怎么办？很简单，你可以向国家借贷，这样你又沦为了居资。其实成为居资还算是好的，好歹还有个期限，你把钱还完了，自然也就可以回家了。而如果你被判有罪，不得不接受刑罚，成为了厉臣妾这样的罪犯的话，那你的命运就更加的悲惨了。请大家注意一点，秦国除了死刑以外的所有徒刑都是没有期限的，也就是说，秦国的所有徒刑都是无期徒刑，除非你的境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然你一辈子都是罪犯。一直是到了汉文帝时期，作为汉文帝的一个著名的德政之一，就是将这些接受刑罚的人规定了期限，从无期徒刑变成了有期徒刑。秦朝的人可没有这么幸运。秦法之下的秦国百姓，实际上就像是在宰相中被驱赶的那些待宰的羔羊，他们只能被动的被驱赶着，留给他们的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上阵去砍人头。这也是商鞅变法的最终目的。有人说上阵杀敌立功不是挺好吗？至少给秦国的百姓留下了一条上升的通道。我上期讲过，这是一条短命的通道。秦国的大战小战不断，你在第一场战役中能立功，下一场战役可能就会丧命。再有，如果你认为通过这条所谓的上升通道能让你成为白起、王翦这样的大将军，那你肯定是想多了。商鞅设立的军功爵实际上从低到高是分为3层，最低的一层叫士爵，中间的一层叫大夫爵，再往上的最高层叫卿爵。如果你是老百姓，就靠上阵去砍人头，你最多只能升到不更，也就是士爵的最高级，相当于第4级，就是4级爵。再以后你再多砍多少脑袋，顶多是得到一些赏金，不会再给你提高爵位了。4级就是你的天花板。当然了，你可以想办法成为吏，也就是成为体制中的一员，这样你就有了新的提升空间。你可以被提高到大夫爵，但也只能提高到大夫爵中的5大夫，也就是6级爵，也就到头了。但是在秦国，想当一名吏也没有那么容易。首先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你要家庭富裕，但秦国的老百姓已经被罚款罚得差不多了，没几家有钱的。所以能够最终成为吏的
绝对是凤毛麟角。你不会真的以为像白起、王翦、李信这样的名将，他们都是通过砍人头一个一个的垒起来的吧？实际上，这些人都不是平民出身，他们都是贵族。清爵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级别，所以白起一出道就是左庶长，这是清爵中的最低一级。王翦是周灵王太子晋之后，也是贵族。李信的祖先一直都是秦国的高官，智囊出里疾就更不用说了，他本来就是秦国的宗室。秦王如此优待贵族，也并不是存什么好心，他不过是想将这些贵族绑上自己征战六国的战车之上，用待遇上的优厚来取消贵族的独立性，让他们成为了君主的奴仆。有人说秦军总打胜仗，那么对一个秦朝士兵来说，砍一个人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首先要说的是，按照秦法，被你砍杀的人只能是敌军的甲士，一般的射兵，就是不穿着铠甲起到一些辅助作用的士卒，那是不算数的。而且准确的说是净胜一颗人头。秦人作战的时候5人为一伍，一场仗打完了，这5个人如果都活着，你又砍杀了一个敌军的话，那么你可以进爵。但如果这5个人死了一个的话，那你就要砍2颗才符合进爵的条件。如果只砍下了1颗，那也只能是不赏不罚。如果1颗都没有砍下来，而本方又损失了1个人的话，那全体都要受罚。如果你不幸被俘，或者是战场逃跑的话，那不光你会被罚，你的家人全部都会被罚，这是重罪。你的妻子会被处死。同样，据竹简记载，一个秦国女子在送自己的丈夫上战场的时候，就对他说，你千万不要逃跑，你死了我就会死，我会在家乡被处死。从这角度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六国人将秦军称为虎狼之师了。其实这就是一群亡命徒，因为他们只有一条路。有人说秦法对于秦王和秦国的百姓而言就是双赢，也许这么说是对的。如果双赢指的是秦王赢2次的话，为什么商鞅与秦王要用如此严酷的法律对待他自己的国民呢？他们难道就不想收买民心，得到民众的拥护吗？对于商鞅、韩非子他们来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老百姓是否拥护他们。他们认为这样想的人非常的浅薄，非常的可笑。他们不需要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他们只需要让老百姓害怕，让老百姓绝对的服从。他们讲的是以法赏罚之，以术操控之，以势威吓之，这才是法家统治的最高境界。有这样一个故事，在秦昭襄王统治期间，秦国大饥，当时的饥荒非常的严重。应侯范雎就向秦昭襄王请示，能不能拿5园中的那些蔬菜呀、橡果呀，或者是枣粒这些东西发放给灾民，这些都可以充饥，也许灾民就不会被饿死。5园就是秦王自己的公园。范雎还没说拿国库中的粮食去赈济灾民，他只是想拿5园的这些蔬菜瓜果，这些皇帝根本就不会用的东西来赈济灾民。这些东西不用也是浪费了，让灾民吃了，可能有更多的人活命，而人本来就是生产资料的一种。但就是这样的请求，秦昭襄王也拒绝了，说秦朝的法律规定得很清楚，这些灾民寸功倍立，我凭什么拿5院的这些瓜果去赏赐这些无功的人呢？这不是破坏了我们的秦法吗？所以断断不可。请大家记住一点，当一个王朝或者是一个帝王在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对自己的百姓却是心冷如铁，置之不理，那么不管他以前说过多少冠冕堂皇的话，我们都要从这些伪装的背后看到他脸上分分明明的写着那4个字，我不在乎。孙浩辉笔下的大秦帝国中，老秦人们喊着啾啾老秦，共赴国难。在我看来，所谓的啾啾之声并不是什么鼓舞人心的齐声呼喊，我听到的是羔羊待宰的时候发出的哀鸣。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